你知道狙击手究竟有多细吗？细节一，在抗美援朝的过程当中，川军占据了极大部分，在国家需要的时候，他们往往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。我们所熟知的黄继光、邱少云等等抗战英雄，都是四川籍的志愿军战士，但因为地区原因，他们普遍没有抗韩的经验。该片的5班就是以川军作为基础，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格外亲切。哭个锤子，别打！川音的方言搭配上怒吼，使其更加具有穿透力。在那种鬼天气的情况下，方言显然是能将观众更好的带入到影片当中。细节2，美军在装填子弹的过程当中，为什么要拿弹夹往头盔上磕几下？其实原因有2点，第一是因为美军弹夹的自身原因，拿弹夹往头盔上磕几下，能够让子弹更好的被理顺，防止战斗中子弹卡壳。第二就是极端的天气原因，这也就使得弹夹当中经常会有沙子等小颗粒进入，磕一磕能够很好的清理里面的灰尘。细节3，当胖子去救队友时，扛着一块钢板用来抵挡美军狙击枪子弹，这一幕一经播出，就遭到观众们纷纷的质疑。但我想告诉你们，这款钢板并不是普通的钢板，而是由美军制造的特种钢。这种材料往往适用于制作航空母舰，它的防弹等级自然也就不言而喻。在电影《长津湖》中，5千里同样也是利用了特种钢，抵挡住了美军好几波的扫射。但是在该片中，胖子却背着钢板硬扛了5、6枪，嘴里竟然还哼着歌，这真的可能吗？其实这一点根本不现实，原因就在于美军使用的是加兰德半自动步枪，用的是7.62毫米子弹，虽然打不透钢板，但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冲击力。高速移动的子弹所带来的冲击力，相当于几百斤的锤子抡在身上一样。所以胖子被击中5、6枪还没事，最后竟然还唱着歌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细节4，在影片当中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，我国士兵都是枪不离手，哪怕是在睡觉中，也是紧紧抱着自己的枪。原因就在于这是苏联产的莫辛纳甘步枪，这个枪作为被抛弃的枪种，整个枪身又长又硬，在面对这种天气温度过低的情况下，就会出现拉栓困难、扣动扳机吃力一系列问题。为了保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，所以战士们会选择将它抱在怀里，用自身的温度让枪一直保持着正常的状态。细节5，5班战士所使用的碗看起来是现代工业的产物，其实这些碗是参考抗美援朝时前线志愿军留下的碗，而战士们头上浅浅的印记，则是战士们把灰尘去除以后的痕迹。细节6，不少小伙伴都感到好奇，缠满布条有什么作用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避免枪支热源过高，同时也避免了枪械反光以及狙击手的手被冻伤的风险。细节7，有不少小伙伴们吐槽，为什么美军明明是一群狙击手，却非要活捉5班班长刘武文？其实这涉及到了历史常识，在双方打持久战的情况下，不仅考验双方的热战强度，同时也在打着媒体战。原因就在于双方处于一种极端微妙的平衡时，这也就意味着双方都很难在战场上彻底击败对方，这时只能通过其他的手段来提升自己的士气，而拿刘武文开刀显然是最佳选择。要知道，影片中的刘武文可是团队的主心骨，在前线立下了赫赫威名，不仅拿下了1等功臣称号，并且上级还专门为他以及所在的部队拍了新闻纪录片。从这几点就能够看出他对一个部队的重要性。所以美军想要彻底打压我国士气，那么一定得灭杀刘武文这种人。第8，约翰用亮亮当诱饵，那么连长是怎么知道亮亮在那里的，并且还通知战友去接回亮亮的遗体？通过剧情我们进行分析，很显然美军应该是利用了渠道，告诉了当地的朝鲜村民，而村民又告诉了连长。作为一支传奇部队，当地的村民很有可能认识亮亮，并且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。此外，那小孩也是从村民的嘴里得知亮亮身处那里。至于连长为什么要选择派5班过去，原因就在于连长可能害怕有陷阱，派太多的人去目标太大，容易暴露，并且5班的人不仅认识亮亮，并且他们有着更高的存活能力以及反击能力，非常擅长伪装以及观察。